韩婷身上学到点什么？一点没学到。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已经有这些了？我要是韩婷，我还拍戏，直接拿回这些一切都是自己拥有了，好像人生巅峰了。感觉很奇怪，上来就真洗澡啊！我还用了洗发露，你是真洗啊你！可能因为我的主角光环吧。他是有实力的毒蛇，其他谁没有实力呢？你在点谁？自己是最喜欢韩婷身上什么特点呢？是他的一个情绪，他的一个价值观，还有格局，以及他对他人生以及事业的一个非常明确与清楚的一个掌握与规划。季星最吸引他的地方会是什么？季星他其实有一股劲儿，就是不服输，他有他的一个野心，一直努力的去往前冲刺。这一点我觉得是有震撼到韩婷。那你觉得韩婷有没有什么追女生的技巧和要被吐槽的直男行为？我倒觉得他技巧不多，起码是真心以及真诚，站在对方的角度，平等的去思考。那么直男的点就是他以为的尊重以及为对方好，可能有时候是他默默的行动，但他话语里会比较毒舌，或者说比较直。就比如说创业你们不行，创业你们不行，没有情义，生意场上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李老师求放过。演的很多角色都是带了那么一点毒舌，那你觉得他的毒舌功力在以往的角色里面能排第几呢？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有实力的毒舌，其他谁没有实力呢？你在点谁？韩婷的毒舌更多的是基于他的实力以及他的位置，他所看待的事情，他只不过讲出他认为最直接、最能够深入人心的一个观点，对，结果这变成了毒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像这种现代剧里面，它的妆造啊和服化其实会很差不多，那你担心会演的时候会被大家说很像吗？其实我没什么发型能换，因为男生嘛，就基本上都是那几款，然后尤其是这种，你也不能韩婷寸头吧？对，你也不能全背吧？全背就有点少年老成，对，有点太过了。那你也不能放刘海吧？刘海就觉得压不住的感觉，那怎么办呢？就偏分。妆造上还好，因为姚志明他还是没有那么传统的三件套嘛。那其实现实中的徐海会很在意仪式感，还是很不想要有这种仪式感？不要，我工作都是那个短裤拖鞋背心。对，我感觉看到你很多私下，包括那个机场什么的，就是很随意。我家里一套西装都没有，我的衣柜里面这么多衣服，我一套西装正装都没买过。你在鹅厂已经塑造过这么多角色嘛，就是如果这些角色那个组团出道的话，你觉得韩婷会属于什么担当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领袖，主导一切。那么我觉得执行担当肯定是姚志明了。姚志明只能执行了。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绝对的不二人选，不是说他不能超过韩婷，而是他的手段一定是最适合去做这个执行者，而韩婷是可以给他策略上的指导，包括就是人脉和各种的东西，然后姚志明他就可以利用一切去完成的更好。那有没有从那个韩婷身上学到点什么？学到点什么？目前一点没学到，一点都没学到，实在是太完美的一个人了。我觉得韩婷是真的是很完美。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已经都有这些了？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我要是韩婷，我还拍戏，那直接拿回这些一切都是自己拥有了，好像人生巅峰了。这次跟谭松韵合作感受怎么样呢？非常好，因为松韵她是一个对待工作非常认真的人，她对于角色的一个走向以及一个整体的趋势什么，他会很认真的去跟我们一起去探讨，他是有一个很强逻辑在的。那私下她有什么不一样吗？活泼的一个女孩，非常的能 get 到一些笑点的一个人。比如呢，有什么能触发她的笑点吗？其实我们现场有挺多走戏的时候挺好笑的地方，她是一个也很会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一个人。应该是你第一次在现代剧里面拍那种结婚的戏份，对吧？不止，之前28也结过婚。对，你的粉丝说你第一次。不合格的粉丝骗人啊！分享一下就是那一场戏的感受。那种感觉是第一次拍，就到处跑啊，又拍那个像婚纱照一样的，又放鸽子啊，然后又抱着跑啊。我感觉我那天跟真的结婚了，真的很有氛围感的一个。那你觉得这个剧里面韩婷和季星最甜的一场名场面是什么？婚纱的
公主抱的名场面，还有就是浴缸里刮胡子，还有就是我给她做饭。对，因为剧里我其实经常做饭，我心情不好我就会做饭。然后大家都说你一直在撬墙角赛道，然后大家就很好奇，你觉得每次在撬墙角赛道都能够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因为我的主角光环吧。很实在。没有，其实都是，我觉得有个共同点都是很真诚。就首先你得真诚，其次你得是主角光环。说得很对。因为其实真的是主角都追不到，谁还能追到？对啊，以前洗澡只露到那个肩膀，这次露到腹肌，会害羞吗？感觉很奇怪。怎么奇怪？上来就真洗澡啊！我们其实拍了挺久的，我还用了洗发露，是真洗啊你！因为没喊咔，你不可能一直在那耍帅，就是弄头发，什么东西都不涂。我一看他也没喊咔，我服了。哎，弄点沐浴露吧，擦一擦，还不喊？哎，挤点洗发露好了。全身上下都洗了一遍。对呀，主要是我一直在说，你别把机位弄得太低，你别穿帮，我下面绑的浴巾啊，怪怪的感觉。对，你要知道现场就超级多人多，我知道那种感觉。我就没试过在现场洗澡的，这是第一次，其实第一次。说很喜欢韩婷的学生装嘛，然后大家都 Q 我说有没有机会考虑接一部校园剧？没机会了。也可以再尝试一下。快30，你让我回去演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实我也是想有这种，不是说想去试一下那种感觉，而是我觉得我韩婷跟季星在拍在那个大学时光的时候，真的那种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对啊，看着一帮帮的学生们，打饭呐、聊着天呐，什么那种感觉。不是说想试一下校园剧，而是想再感受一下校园。粉丝还说，就是在剧里面体验那个成熟过瘾了嘛？徐凯本人能不能给大家再展现一下可爱小猪的一面？我生活中也是还挺像的，不会真的吗？啊，我也不知道今天谁放了那么多花絮，问我团队，我说谁把我做行李箱这些发出来的？对啊，我都不记得我有做过这些事。这么多部戏，没有人说我不幽默，他是第一个。你过来，然后到后期就哎，好嘞好嘞。上海朋友你好，这个喊半天车不走，我们就这样。这次我主要是倾听，现场观。噔噔噔噔噔噔，我乱说，芳芳说的好，我说啊，这都能分出来谁说的好。这次剧组的氛围怎么样？挺开心的，然后何老师跟姚老师也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很可爱，活宝，对。就是我的话，在别的剧里是很活泼、很开心，反而到这个组，其实相对来说是安静的，因为有何老师在，就是何老师就特别的活宝，每一天。这次我主要是倾听，大家现场旁观，一个倾听，一个旁观。那平常就是大家私下互相怎么称呼对方呢？什么都有吧，有人会说志明，明明。小明就是他这个名字，对我叫小明。然后就徐凯，徐凯儿，突然大家欢迎子儿，有杨子儿，杨子儿。刚刚子姐评价凯是那个说有点幽默的，就是平常有什么幽默搞笑的成分在吗？他经常自己说一些自己觉得很幽默的话。一开始我们还彼此尊重，就比较客气，是没那么熟。然后我都会想说，我是做自然的表情呢，还是我要假装笑起来？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是需要我开心笑吗？然后他就不好笑吗？我说不好笑。所以但是他每次这样的时候，我觉得也蛮好笑的。他的笑话都是那种很冷的，突然冒出一句，对。你知道小孩为什么不能有拖延症吗？因为会变成拖海。那平常谁的那个笑话就是比较能够逗笑对方？我们有一次在片场上，我俩争论起来了，争论谁最好笑。我说你一点都不幽默，然后他说子说不会吧？你觉得你比我幽默？不可能，我绝对比你幽默。我也是，我私下更幽默。私下就是笑话和段子都来啊。所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谁更幽默呢？有争出来。他找了一个演员，
问了一下，说谁幽默？小枣就是都没有半点迟疑，直接指我。我就说我说了嘛，拍了这么多部戏，没有人说我不幽默，他是第一个。到时候有个话题就是男子徐凯比谁更幽默，就有没有什么比较现场比较好玩的事情发生？当时是蛮多的，每天都是。我觉得这样，《承欢记》也是讲母女嘛，然后这年轻一辈跟老一辈的，就是他们怎么相处。那私下，因为我们之前在拍戏都是跟年轻人，像何老师他们这个年纪一起拍戏，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学习，因为我们也会在他身上学到很多，就是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就有不同年代的一些故事的交流。对，就像何老师，他会有一天拿着手机问我说：“小宝，你觉得？”这个床颜色怎么样？然后我说确定吗？何老师说就是它了，就是会就很有意思，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那个床好像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对。那会有比如说这种代际的交流，就比如说你们给他们分享一些现在的这种。我俩有一次在现场记录就逗何老师。我俩就是骗何老师说我们英文特别好，然后我们俩在现场就假装对话，对的就是特别的快速嘛。然后何老师在旁边就一脸羡慕跟崇拜说：“太厉害了！”对，我们就乱说。我们俩哇！然后何老师就夸我说，觉得我说的好。就我们俩就一顿乱说，就没有一个是跟英语有关的。然后何老师欢说的好，我说这都能分出来谁说的好。最后何老师有知道真相吗？我告诉他了。我觉得何老师他很有趣的点，跟爸爸也是很有趣的点，就是他们这个年龄段，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说话的一些梗，又经常会卡在我们这个年龄段。他有些时候走戏他那口罩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口罩也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现场，但是就很好笑，你知道吗？可能也是想亮亮嗓或者来，就这样。感觉这个何老师触发了你们的那个笑点开关。对，下一个问题提问徐凯，这次饰演的角色有没有很反差感？你看他一开始这么的高冷或冷血，但他最后又很暖男，就很居家也好，或者很小男生也好，就是乖乖的那种。然后穿着上和性格上，哪怕发型上面，全部都是反差的。那你觉得哪一面更贴近你呢？哪一面？那可能还是前期吧。前期吗？杀伐果断啊，什么这种。你过来，我说。然后到后期就好嘞。尊嘟假嘟。尊嘟。在剧中其实饰演了自己的那个顶头上司嘛，是什么体验？我觉得那段时间还挺好玩的，就是狂给他布置那个 KPI 啊，榨干他，让他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就疯狂去帮我完成那些 PPT 啊、软件这种都全部都交给他。我很舒服在办公室转着笔啊，看看外滩的那个夜景啊，我觉得那种感觉挺好的。他就只能说是，好。对，是不是有很爽的感觉？爽啊！这次剧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属于他们的高光名场面吗？我觉得如果高光名场面，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的那个，我们俩在一个大巴车上，2层大巴车在外滩，我觉得那个景很美，然后氛围也很美，然后那天风吹着我们两个，然后还有那个泡泡机，所有的泡泡都打在我们脸上，就是一切都是浪漫暧昧。在我心里也是那场戏，我的表白，然后还有吻戏。对，但私下更搞笑。他当时站着嘛，然后他个儿特别高，在人群中很打眼儿，然后底下所有外滩的人都看到他，就在喊徐凯。然后最后我们是开回去的，然后我们一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在那假装徐凯的朋友，你好，跟开演唱会一样。然后正好有一辆大巴车跟我们一下平行了，本来我们还特嗨，朋友你们好，结果正好这辆大巴车跟我们停住了，然后堵车，我们就，然后我就怂了，我第一个慢慢的坐下了。我也跟着坐下，离得很近，这2辆大巴停在那，2个都是观光的那个车顶，就面对面看着对方。我们刚开始嗨，然后喊半天车不走，我们就这样，一下从E人变成I人的感觉，就打扰了。
最后再给我们安利一下《承欢记》和自己的角色吧。《承欢记》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作品，也是我们一起努力了很久的一个成果。希望播出的时候，观众朋友们能够喜欢我们这个戏。是的，希望能够喜欢我们一家子，还有喜欢小明，然后支持小明，支持大家。他们俩是成年人的爱情，亦敌亦友。他的前妻是一个很有魅力、很迷人的反派角色。因为我不太喜欢女性在被塑造的过程当中，所有都是男生帮忙。我们也可以做跟男生一样的工作，甚至比他们更加强大。关于姚志明的原声，如果是我会直面他，然后去把这个心魔给拔出来。好，那我们准备开始。你拿一个自己烤的蛋糕，就这么放在商务会议桌上，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没有，是我的问题。好，去人事部吧，走人。那首先请两位介绍一下这次各自饰演的角色吧。我在《承欢记》里面演的是麦承欢，他就是讲述一个承欢膝下到最后承欢自己的一个过程。大家好，我是演员徐凯，我在《承欢记》里面饰演的是姚志明，他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比较自私自利，不太顾及人情世故。那你们最喜欢角色身上什么特点呢？承欢最吸引了我一点就是这个戏是讲的是女性的一个独立成长嘛，可能她会用最笨的方式，但都是她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的，所以这个我还挺喜欢的。他的前妻是一个很有魅力，然后也是一个很迷人的反派角色，为了达到目的的不择手段，挺狠挺直接的。评价一下对方和角色身上有没有什么相像和反差的地方吗？来，你先。反差，徐凯生活中是一个很机灵，然后又很幽默的一个男孩，但姚志明就是很商务、很精英，就是这一点他们是完全不太像的。我觉得承欢跟子反差就是，即使妈妈有些时候做的是错的，承欢也会听，也会顺着她来。杨紫她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人，非常独立的一个女强人，强人绝对性的了，就是她对于他想做的事情的把控和毅力，什么都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这跟承欢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听到对方的评价，感受怎么样？我感觉还蛮荣幸的，我在你心里是女强人。那这次其实是首次合作嘛，合作下来感受怎么样呢？他是一个就是很思维就是很灵活变通，然后私下也是一个很 nice 的人。我以前以为他是那种很就是1是1，2是2的人。结果这次接触以后，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灵活、跳跃的人，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想的就是杨紫老师啊，然后他们从来没有在私下叫过我杨紫老师，然后结果上一次是那个腾讯大会，他突然叫我杨紫老师，还有这一次叫我杨紫老师，怎么回事？刚刚还是叫紫。对。杨紫老师跟我想的是没什么出入的，就是也是对待工作特别的认真。如果这个剧组里面有最操心的一个演员，付出最多真心的那一定是杨紫老师了，就是我们讨论过。所以平常片场的时候，大家对于那个角色、对于演戏还是会有很多交流在。每天都在碰撞。对，我们好像每天都会在现场顺词啊，在弄。对。您昨天休息的还好吧？挺好的。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日常问候一下领导。那你们理解的麦承欢和姚志明两个他们的感情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其实，在我理解，我觉得他们俩是成年的人的爱情，亦敌亦友。其实我们两个不像一般电视剧里面的男女一号，从感情建立就很明显。其实我们是没有的，我只是他的员工，他要开掉我，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就是偶像剧什么女主。用我的可爱什么吸引到他，或者是那种蛮横不讲理，你不要这样，你霸道总裁也不是，我就是很真诚的跟他说，我希望你能留住我，然后我就会去采取我的行动。然后他就是个冷血的人，他留住我也不是因为他喜欢我，而是他觉得我身上有价值。她本来就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妻子，不用白不用。
是的，是的，是的。有对，后来很烟火味儿，他最后变得。这舍不得你嫁到别人家里去。妈妈，我嫁过去又不是不回来了。其实我们剧也有讨论很多关于婚恋啊、原生家庭关系的问题嘛。如果说你们现实中遇到这些问题的话，会怎么去应对呢？我觉得现在当代年轻人真的比以前要好很多，因为最起码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从来不会催我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婚恋在我们家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家还觉得我是小孩，我自己也是，所以从来没有说提上日程或者焦虑，没有。对，我爸妈是比较随性的，就是你怎么样开心就好了。年轻人是你们这一代，我们是我们这一代，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思想和路子要走，没有说要求，也没有说催，就是顺其自然。但是关于姚志明的原声，其实我是很难能够去 get 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首先我当然是希望每个人都会有个很好的原生家庭，但是如果像姚志明这样子的话，我的性格我会直面他，然后去把这个心魔给拔出来。这个角色有没有很反差感？有的，因为他从前期的一个不近人情、自私自利，在职场杀伐果断的人，到最后他愿意永远享受当下这个烟火味儿和这个家陈欢给他带来的这种亲情的情感，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两极的一个反转。这个问题问杨子，这个角色有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和鼓励吗？其实这个角色给我带来了一些力量。承欢其实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他从承欢膝下到承欢自己，一开始为父母而活，最后为自己而活。那这个东西跟利益也是我想告诉观众朋友们的，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女性在被塑造的过程当中，所有都是男生帮忙。我们也可以做跟男生一样的工作，甚至比他们更加强大。其实女性就是很容易被大家觉得他们很弱小，但其实内核强大起来，我认为是比男生还要强大的。这个角色能给现代女性带来一个怎样的启示吗？当代女性是真的很强大的，然后她可以不用去依附任何人，自己就可以闯出一片天。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年纪，只要享受当下，然后努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就可以了，自由自在的。给大家再透露一下剧中有没有什么甜蜜的戏份呢？还有啊，我们昨天一起看烟花。哦，对，那个算是平淡的浪漫，小的那种幸福感。姚志明后面会不会有比较什么浪漫的手段啊，或者追求的那个？他都没追过我，我俩戏里没有追，是最后双向算是走在一起的。